各位朋友，你听说了吗？泽连斯基写了一封公开信，羞辱普京啊！普京勃然大怒，但是除了动用核武之外，俄罗斯也没招啊！普京是真的是打不动了，俄罗斯的国力啊，和30-40国西方集团干啊，后果呢可想而知。你如果不动用核武器的话，那这个俄罗斯早晚得被拖死，对不对啊？各位，你看我对俄乌战争的这个预言是吧？咱们的老粉丝都知道，我说俄罗斯这个进攻的攻势撑不了多久。除非他把那个远东还给中国，让中国军援他才能那个仗才能打得下去。你看普京啊，这一感觉到难，他就说软话。一说软话呢，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这个贱人就开始蹬鼻子上脸，你给他3分颜色，他就敢给你开染房了。不过谁让普京难呢？Мы, безусловно, готовы и хотим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с Украиной мир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ричем на той базе, о которой мы говорили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в Анкоридже. И тогда перед Россией были поставлены вопросы с тем, чтобы мы могли бы пойти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компромиссы. И вот на те компромиссы, о которых мы говорили в Анкоридже, Россия согласна. Нужно, чтобы с этими компромиссами была согласна и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И конфликт быстро придет к своем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у завершению.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того,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друг другу сказать, если мы дойдем до оконча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как минимум можно и нужно было бы сказать «Слава Богу», что все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Н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дела подлежит, конечн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на уровне хорош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老泽一看，哟，普京这是说怂话了啊！那赶快吧！小泽于是给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俄罗斯投降算了，不然的话，你就这个普京你就完球蛋了。泽连斯基给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近期俄乌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次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举行俄乌领导人的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先说一下泽连斯基这封信都讲了什么内容。泽连斯基在信中先是回顾了这4年多以来，俄罗斯为战争都付出了什么代价，比如经济被制裁压得喘不过气，前线每月伤亡动辄数万，乌军远程无人机已经能把战火推到圣彼得堡门口，距离并不是乌克兰能力的极限。等等，其潜台词非常直白，俄罗斯撑不了多久了，普京最好认清这个现实。铺垫完了之后，泽连斯基话锋一转，表示他虽然确实想跟普京亲自谈谈，但自己绝不会去莫斯科，会晤地点选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某个阿拉伯国家都行。而在结束战争的条件上，重点则是这句：今天的战线就是外交必须开始的界限。泽连斯基这句话其实没什么新鲜的，本质上还是在复读乌方一贯坚持的谈判条件，即默认乌克兰目前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夺回失地，因此要求沿着当前的战线停火，并且美国和欧盟必须成为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担保方。总之，泽连斯基说了这么多，实际上还是在向普京兜售乌方的谈判框架，包括要求俄乌领导人必须举行面对面会谈，停战必须以当前战线为基准，西方不能缺席谈判过程等等。应该说，泽连斯基这封公开信本质上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姿态外交，他把台阶递过去了，接不接是普京的问题，国际社会都在看着。同样没营养的戏码也出在克里姆林宫这边，很多媒体在报道时只拟了个大标题：普京说俄方愿意妥协。乍一看还以为俄罗斯终于要在谈判条件上做出让步了，
但实际上，普京所谓的妥协，还是指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让步，而是俄方过去几年一直强调的立场之一，即俄罗斯只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另外，在4日的记者会上，有媒体询问普京，如果真与泽连斯基见面，他会说些什么？结果，普京抛出了一句充满黑色幽默的吐槽：“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普京这句吐槽的潜台词几乎是明摆着的，如果他真的满足了泽连斯基见面的愿望，那么泽连斯基就不会一直缠着要求举行会晤了。但如果泽连斯基不答应俄方的谈判条件，那么两人见面就毫无意义，纯粹是为了会晤而会晤。俄方对这种政治作秀毫无兴趣，因此把俄乌领导人近期的表态放在一起看，结论其实很清楚：泽连斯基和普京的最新发言都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或让步。双方对战场局势的判断依然是认为自己还能打下去，对方快撑不住了。近期俄军正在猛攻乌东3要塞之一的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军也在频繁用无人机袭击俄后方炼油设施和物流节点，战场上谁也没打算收手。说白了，俄乌双方现在都缺乏特别强烈的停战意愿，都认为如果现在停战，自己就吃亏了。在这种心态下，无论是泽连斯基的公开信，还是普京的妥协表态，都更像是给国际社会，尤其是特朗普看的公关材料。4日，特朗普那边已经在催促普京和泽连斯基正该把会面定下来，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做出让步。乌克兰总统致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公开信：当你26年前在俄罗斯执政时，许多乌克兰人对你持有积极的看法，确实如此，但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绝大多数乌克兰人对我们的远程无人机到访圣彼得堡论坛开幕式，航程超过1000公里感到高兴。如你所知，这个距离并不是我们能力的极限。在你执政的26年里，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话语体系已经彻底改变。从谈论贸易和其他平民事务，到如今我们的国家几乎完全在谈论袭击和损失。你在俄罗斯执政的26年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无论你对北约地缘政治或俄语说什么，这场战争都是你个人的选择，一场没有真正原因的战争。历史将这样记住它。那些年原本可以非常不同。俄罗斯人并不喜欢这样生活，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不喜欢汽油短缺和不断上涨的物价，不喜欢各种持续的限制。他们不喜欢你打算发动第二波动员，以在乌克兰的另一个方向扩大战争，或对俄罗斯的其他邻国使用武力。是的，你仍然可以强迫俄罗斯人这样生存，但你的资源在显著缩水，你将不再有足够的资金或政治资本，像过去26年那样继续买断俄罗斯人的忠诚。你没有料到乌克兰会进行全面的抵抗，也没有预见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而现在我们都站在这里，进入了这场全面战争的第5个年头。不要害怕走出这场战争，这是现在对你最主要的要求。乌克兰保持了独立，并且将继续保持独立。你曾指望乌克兰内部出现动荡，相反却是你自己的军事编队瓦格纳对你发起了叛乱。6月23日将是那一事件的另一个周年纪念日。沉默无法从历史中抹去这一事实。我们看到你正试图围绕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摩尔多瓦做些文章，你的宣传人员也在以某种方式威胁着俄罗斯的每一个邻国。你真的想经历这一切吗？现在的你，连你自己的官员、商人和宣传人员都在用明显的疲倦神态看着你。世界也看得到，世界并没有像你长期希望的那样对乌克兰感到厌倦，相反，对俄罗斯的疲劳感正在与日俱增，甚至包括世界上那些帮助你绕过制裁、维持经济运转的人。你不可能注意不到这一点。执政26年后，年龄开始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你的疲劳感只会增加。我们看到了情报报告显示，你现在正考虑将战争持续到2027年和2028年。你还希望弹道导弹能为你实现其他一切手段都未能实现的目标。你还想把白俄罗斯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而我们现在也被迫为此做准备。每个人都听到你的代表微笑着说，我似乎可以去莫斯科。但在执政26年之后，乌克兰领导人在你们的首都无事可做，就像俄罗斯领导人在基辅无事可做一样。有一些国家传统上会接待领导人，以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包括瑞士、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许多国家有能力也愿意主持这样一次会晤。关键问题是由领导人决定的。我提议为会晤确定一个明确的日期。乌克兰建议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这是一项标准做法。我们相信这不仅是一次尝试，而是一次真正的停火。
如果那是你希望的那样，你很清楚美国有能力在敌对行动停止的战线上对停火进行监督。我们已经经历过许多与俄罗斯最终失败的协议，包括明斯克协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在我们之间找到对剩余问题的直接答案，而不是躲在公事技术工作组或在穿梭外交中失去的无休止的时间背后。这场战争已经彻底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走向分离，当下的前线就是外交必须开始的界限。现在的选择在你的手中，战争已经够了。乌克兰提议结束这场战争，这必须诚实的、有尊严的进行，并有保证战争不会被重新点燃。我们看到美国正完全专注于伊朗问题，如果只是等待欧洲的战争重新回到其关注的中心，那将是错误的。乌克兰提议通过我和你之间的直接接触来结束这场战争。我提议举行会晤，乌克兰已准备好按照全部换全部的原则开展战俘交换工作，这可以成为结束战争的良好序幕。必须采取严肃步骤，归还战争期间被带走的平民和儿童。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之后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世代。如果你个人无法得出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了的结论，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我们会有支持我们的人，但你也将不得不为你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更加艰难的斗争，不是为了俄罗斯，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生存。这不是来自我或乌克兰的威胁，这是你熟知的俄罗斯历史事实。当俄罗斯感到疲倦时，变革就会到来。我们可以向着那种疲劳的目标努力。你可以停止你的战争，永恒缅怀所有被这场战争夺去生命的人。在被问到这封公开信给普京看了吗？他的这个发言人是这么说的，我还没来得及给他看呢。Зеленский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к Путину. Да, мы видели. Он его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в момент мероприятия у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резидент не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ка с ним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А вы? А вы? Я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что бы вы могли бы ответить, может быть, господину Зеленскому? Ответить,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доложено президенту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закончится часть рабочего визи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那普京看完了是什么反应啊？普京看完了是勃然大怒啊！6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全会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一天发表的公开信做出了回应，称说这一公开信是粗鲁无礼的。现在还表示他说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的意义。普京在评论泽连斯基的信时表示，既然乌克兰方面将双方的问题公开化，那么俄罗斯也要透露一些此前不公开的内容。普京说，3周前有俄罗斯的商业人士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该俄方人士在返回莫斯科后转达了泽连斯基希望举行会谈的愿望。当天是5月21号，然而当地时间5月22号凌晨，乌军的无人机便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学院的宿舍楼。那意思不谈，那双方就打吧。问题是那普京也打不动了，你不动用核武器，那你也没招啊。还远东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